2022年，美国通过了 CHIPS 和科学法以及通胀削减法案，以支持国内的半导体产业和可再生能源产业。2023年，欧洲通过了绿色交易产业计划，加速能源转型。不久后，韩国通过了 K 芯片法案，支持半导体的生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统计，2023年全球各国共出台了2500多项产业政策，大约为2019年的3倍，其中大多数还都来自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这与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阵营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和政府不干预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强烈反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过去严厉批判中国产业政策的欧美国家都纷纷开始了自己的产业政策呢？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指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研发支持和贸易保护等措施来支持和发展特定的产业。其实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就有产业政策。16世纪到18世纪的时候，重商主义在欧洲流行。当时的人们认为贵金属和金银才代表着国家真正的财富，所以欧洲各国喜欢采用关税和进口限额等措施来保护本地产业，希望可以限制自己的财富被其他国家赚走。后来，随着经济学的发展，比如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自由贸易的经济基础，自由贸易和减小政府干预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到了今天，说到产业政策，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中国。从钢铁、光伏、芯片到现在的电动车，中国一直都在实行大量且大规模的产业政策。但其实，产业政策在发达国家也都一直存在。比如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1970年，日本政府出了一套组合拳，打算振兴国内的半导体产业。第一，联合6大企业组成技术研发协会，并投入3亿美元支持研发。第二，通过关税壁垒限制芯片进口，保护本地企业。第三，向相关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第四，与美国企业技术合作，引进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几年下来，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那是突飞猛进。到1981年，日本在半导体出口就超越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虽然在后来，因为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再加上韩国、台湾等新竞争者的加入，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逐渐走了下坡路。但如果没有产业政策，日本的半导体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的成功就不太可能出现。相似的例子还有韩国的造船工业、德国的新能源产业和美国的硅谷科技产业等等。在经济学里对产业政策的解释有很多，在这里我就只列出3个比较主流的观点。第一个是发展婴儿产业，比如韩国的造船工业和巴西的航空工业，在发展初期几乎就是一个小婴儿，完全没有国际竞争力，而且初始投资非常大，企业想拿到足够的资金也非常困难。你要让他们自然发展，就算能成功，也不知道要多少年以后了。这时候国家的力量来一波，这不就快了吗？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实行产业政策的主要原因。比如1949年的中国，工业水平非常差，这时候想要在某些工业产业上取得一定的国际优势，倾斜国家资源，实行产业政策，几乎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第二个原因是解决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分为正面的和负面的。比如清洁能源的发展对整个国家的环境有好处，就是正面的外部性。对应的，有一些行业在生产的过程中会排放污染，这个就是负面的外部性。产业政策所涉及的外部性主要是指正面的，比如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目标是要全球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就需要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但如果自然发展的话，到22世纪都不一定能实现这个目标。这种情况下，产业政策就很有必要了，国家掏钱，你来发展。第3个原因是安全因素。经典的例子就是中国在芯片的产业政策，著名的口号就是解决外国科技卡脖子问题。不管是高科技产品还是武器，芯片都是核心零件，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对于芯片的产业发展特别在意了。类似的例子还有美国支持芯片的产业政策和欧洲支持稀土的产业政策。刚刚说了很多产业政策的好话，包括一些成功的例子和支持产业政策的各种原因，接下来该说点坏话了。
其实产业政策和大部分经济学派的主流观点是相冲突的。早在18世纪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就强调市场的有效性，认为市场拿着看不见的手才是调节资源分配最有效的方式，政府的干预是越少越好。后来的奥地利学派更是严厉批判政府干预，甚至认为哪怕是在衰退时期的政府干预，不仅不会稳定经济，反而会在长期加剧经济周期的波动。还有新古典经济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等都不支持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产业政策说白了就是一种政府干预。反对产业政策的主流观点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针对补贴的，认为政府没有市场有效，也就是刚刚说的几个经济学派所支持的观点。其实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看成是资源分配的问题。这里说的有效性也是指资源分配的有效性，放在产业政策上就是补贴到底该发给谁。在市场中，资源分配的问题就很好解决，经营越好的公司可以赚越多的钱，也越容易从银行贷款占有更多的资源去不断的扩张。但如果把这个问题交给政府，让审核人员去判断哪家公司未来会经营得很好，这几乎就不可能有效的解决。比如我之前的视频中提到的中国在光伏和芯片的产业政策，就产生了一堆的烂尾工程。有的是光伏项目建在了光照不足或电网设施不全的地方，有的是项目建了一半，钱没了。所以说产业政策的成功对政府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某些腐败极其严重的国家可能就不太适合产业政策了。第二种反对的声音是针对贸易保护的，也就是关税和进口限制等等，认为就算产业政策是成功的，它对全国整体经济可能是有害的。经济学家 Bruce 通过研究21世纪全球不同国家钢铁的产业政策发现，他们对钢铁的下游产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关税和进口限制会导致下游的产业无法以较低的价格从国外购买到足够的钢材，就只能在国内高价买了，成本也自然就高了。第三种是引发国际冲突，比如欧美的航空补贴争端。先是美国在2004年向 WTO 起诉，说欧盟为空客提供不公平的补贴，伤害了美国航空业的利益。随后欧盟发现美国也对波音公司提供补贴，也向 WTO 提起诉讼，双方的冲突就愈演愈烈，最终互相征收几十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作为惩罚，导致两败俱伤。说完了产业政策支持和批评的两种声音，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支持产业政策的理由都是跟政治和安全因素相关，包括发展婴儿产业，可能更多的也是希望国家能有生产某种产品的能力，而并非是靠它赚多少钱。比如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研究了中国造船行业从2006到2013年的发展，根据他们的估算，在这8年期间，直接的政府支持大概花了5500亿元人民币，但是利润增长只有花费的1/5。要知道，越是在发展的前期规模效应对利润的贡献就越大。由此可见，这肯定不是一个挣钱的买卖。而反对产业政策的理由基本都是跟经济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产业政策看成是国家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牺牲整体经济的行为，而且政府效率越低，贪腐越严重的国家牺牲的也就越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既然产业政策会牺牲整体经济，为什么在疫情之后全球又掀起了产业政策的狂潮呢？根据 IMF 的统计，在去年出台的2500项产业政策中，保护国内产业占了最大的比例，其次是应对气候变化或加强供应链，以国家安全为动机的措施所占的比例最小。所以这次产业政策的狂潮最大的原因还是国家保护主义的兴起，而并非因为供应链转移或应对气候问题。IMF 的研究还发现了，当一个国家实施补贴时，在1年内另一个国家对同一种产品实施类似补贴的可能性约为75%。用最简单的博弈论框架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假设国家 A 和国家 B 选择合作，都不采取产业政策，
那么他们双方可以共同获利，取得共赢。一旦某个国家单方面实行了产业政策，那么他就可以获得比之前更大的利益，而另一方就会承受损失。这时候他最好的选择就是也实行产业政策，虽然仍然会承受损失，但会比什么都不做损失的更小。在这个框架里，双方共输的局面才是最稳定的。任何一方做出改变，就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上会形成 WTO 等贸易合作组织，这些组织的意义就是防止破坏自由贸易的行为发生，使均衡维持在双赢的局面。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这种局面。芯片和医疗用品的短缺使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了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疑似由全球供应链转移引发的保护主义就慢慢的开始蔓延了。不过我倒并不认为这次产业政策浪潮会持续很久，因为它并非是没有代价的。通胀、经济放缓和债务上升都是它的代价。在过去几十年，每次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都出现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但都很短暂。关于国家之间的博弈，我只相信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然，上述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大家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按照惯例，我想在最后说一下中国。中国一直以来都热衷于实施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也是很多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地方。比如最近几年，中国电动车的发展就成了很多人的骄傲，但很少人会看到它背后的代价。在刚刚我们有提到过，产业政策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是负面的。结合它本身天量的支出，就会加重我国的债务问题。比如对电动车产业的很多补贴都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的，不管是倒茶30年、远洋捕捞，还是公园欠薪，都是地方政府对债务已经不堪重负的体现。而这些恰恰就是很多人失业和还不起房贷的原因。最近爆火的五柳坊，其实就是中国金牌工程的一个缩影。而金牌工程就是产业政策，同样是通过国家补贴来大力发展某件事情。沦为搓澡工的邹春兰，应聘保安被拒的张尚武，和千千万万没有成绩的退役运动员，就是金牌工程的债务。除了极少数在金字塔顶端名利双收的运动员，我国金牌工程的背后是无数从小接受专业训练、缺乏正规教育和职业技能学习，在退役后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养老和再就业支持的运动员，他们只能每天为生计而挣扎。在这里想跟小粉红们说一句，你们真正关心的不应该是中国的电动车产业有多么大，高铁有多少，或者航天技术又迎来了什么突破，而应该是这些宏大叙事背后的一个个悲惨的代价。因为所谓的强大的祖国从来就跟大多数人没有关系，而你却很有可能成为那个代价。我为什么来做互联网？很多人可能都想问我为什么会来做互联网。我想说，不是因为我漂亮，互联网美女千千万，我算啥？我只有一个想说，因为我想改命。因为本来我的命不好，确实我命不是很好。我训练的时候，我比赛的时候，我总是受伤，我就是感觉我可能从小我命不好，确实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但是为了生活，我就是想改命。除了去偷去抢，我还能干啥？我只能做互联网呀。真正出来工作的人都知道，赚点钱是真的很难。我现在开直播，我做直播，我做互联网或做了大半年，也是一样起起伏伏。真的，出来混过社会的都知道，钱真的难赚。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给一个关注、点赞加评论，谢谢大家，拜拜。